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个挑战，或者说一个实验，就是连续30天之内只吃土豆、喝水，再加食用盐，然后生存30天，没有其他味道。微波炉加热的土豆。好想吃西瓜，至少比蒸土豆要好吃多了。就观察一下，感觉排便不能成条状，把它消灭掉，它一定活不到第24天。我好想吃点甜的东西。刷了3个多小时的美食视频，受不了了。萝卜有这么难吃，受不了。现在有点口痒。现在看这绿化带里的草，感觉水煮一下，加点盐，那也是不错的。真的好想吃点绿色蔬菜。已经完整经过了1个月，然后现在开始吃正常人类的食物。这是我要喝的饮用水，是娃哈哈纯净水，可以达到实验室标准。据说这是要吃的土豆，这是要添加的盐。土豆，蒸好的土豆，哇，还是挺香的。今天是挑战的第1天，这是刚蒸好的土豆，一热就是纯正的土豆味儿，没有其他味道，绵绵的，绵绵沙沙的。这个土豆除了有土豆的味道，还有一种泥土的味道。这个土豆确实很像没有甜味的地瓜。这第1天中午就吃1个大土豆就够了，剩下的这一个留到晚上再吃。今天是第1天吃土豆，不知道第31天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有点期待。现在开始测量第1天的身体数据。现在是第1天的晚上，晚餐吃今天中午的蒸土豆，这是晚上的微波炉加热的土豆，这里有一点点食用盐。这个食盐还是很重要的。做实验之后的土豆的味道很快就变得很好。这个微波炉做的土豆水分会比较少，尝一下味道怎么样？特别像不甜的红薯。这个最外面这一层是非常有韧性。好了，这是第1天的土豆已经全部吃完了。这个土豆吃完之后立刻会有很强的饱腹感，不过很快2-3个小时后就会有一定的饥饿感。这是第2天的中餐，烤土豆、蒸土豆，加入少量的盐。大家好，今天是第2天中午12点吃的午饭，2个土豆，1瓶水，老样子，加点盐。土豆目前有点烫手。好的，这是第2天的早午餐已经吃完了，目前精神状态感觉还可以。昨天晚上的时候有点想吃点油炸类食品，不过也没有太强烈。OK。这是第2天的晚上12点多，刚吃完一个土豆，之前感到非常饥饿，现在有些头晕和身体差不多，发虚汗，我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刚吃完一个土豆，现在也有些困，我睡觉看第2天是什么。现在是第3天的下午3点，开始今天的第1顿。今天起得比较晚，12点多才起床。好，第3天的第1顿饭已经吃完了。好的，结束。现在开始测量第3天的身体数据。现在是第3天的晚上，我真的好饿。而土豆至少还要1个小时才能蒸好。
饿的有些头晕眼花。现在是第3天的晚上9点，第2顿。我发现比连着吃3天土豆还要痛苦的事情是，连土豆都没有的吃，那种纯正的饥饿的感觉。我是真不想吃土豆了，好想吃一点有油水的东西，甚至现在非常想吃一碗番茄鸡蛋面，面粉的感觉，那种面粉也非常不错。我吃完了，今天是第4天，我已经连续吃了3天的土豆。这个挑战目前只完成了10%，但是我已经不是很想吃土豆了。我现在对吃饭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只是单纯的为了活着的感觉。我好想吃地锅鸡、把子肉、猪肉。第4天的第1顿吃完了。3天内我吃了9斤土豆，喝了12瓶水。今天是第5天的第1顿饭，12点多起床，现在是下午3点半。把昨天的1个半生土豆先吃掉。哇，我现在感觉看到这个土豆就饱了，真是属于那种又饿又不饿的状态。这个状态有点痛苦。我操，这5天里，嘴巴里除了有一点点的盐味，没有其他的任何味了。我好想吃一点辣的、酸的、有味道的东西。我现在甚至有点想吃这个土豆皮，感觉这土豆皮的味道，口感上有一点点不同。第5天的第1顿吃完了，现在开始测量第5天的身体数据。好想吃西瓜、青提、荔枝，好想知道咸味的东西什么样。买些小土豆。今天晚上能改善一下伙食，做薯条买的空气炸锅，洗一下土豆。这个薯条就做带皮的吧。加入少量盐，因为土豆量比较大。由于没有放油的原因，它可能会炸得有些焦，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比蒸土豆要好吃多了。就是今天是第5天晚上，现在是晚上8点钟。然后如果能有番茄酱就更好了。和平时吃的薯条区别还是很大的，完全没有油炸薯条的香。由于今天天气比较热，会大量流汗，所以要及时补充盐分。全部吃完了，第5天晚上结束。我昨天看《火星救援》里面的男主角吃土豆都还有番茄酱，我现在竟然连番茄酱都没有。今天是第6天，下午2点半开始做今天的第1餐。首先洗土豆，这是昨天特意买的小土豆，用来烤着吃。大家好，今天是第6天，今天第1餐吃这个烤土豆。这个时候要有点辣椒面或者番茄酱，说不定会非常好吃。所以我只能蘸这个非常齁咸的纯盐。有一说一，这个烤土豆还是比蒸土豆要好吃些，因为它虽然能吃层皮，还是有点嚼劲，最起码多了一种口感。现在第6天的第1餐已经吃完了，剩下的土豆留到下一餐再吃。现在是第7天的0点43分，由于比较饿，先吃一个烤土豆垫一垫。饿真的是那种饿的肚子有一点点痛，有点头晕眼花的。正常平时吃饭不应该有这么饿的状态，平时会饿，但不会有饿的这么奇怪的情况出现。有一种吃了一个土豆活过来的感觉。今天是挑战的第7天，已经连续吃了6天土豆，所以
刚上完厕所的时候就观察一下，感觉排便不能成条状，只能成一种糊糊状。今天是7天的下午2点45分，是昨天凌晨烤的烤土豆，烤好之后在常温下，没错，夏天的常温，放了14个小时，今天加热了10分钟。看一下烤土豆的这种储存，它的保鲜能维持多久？和新鲜的烤土豆相比，确实已经吃完了。开始测量第7天的身体数据，完毕。今天这2个大土豆就用来做薯饺吧。所以烤起来感觉看起来比较干，尝一尝。馅有些比较厚的，可以再回锅加热一下。大家好，今天是第8天，已经连续吃了1周的土豆了。我现在特别想喝一瓶可乐。最后一个土豆，烫手，直接劝一大口。现在是第9天的下午3点半，这是今天的第1顿。我发现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对吃饭没有了期待。之前每次吃饭，不管吃什么，总会有点期待。吃完的时候也会有多少会有些满足。但是现在感觉吃饭只是为了获取维持身体机能的必备物质。这真的让我本来就无趣乏味的生活又添加了一点。你在干什么呀？太好了，我的平淡的生活又多了一点平淡。第9天的第1餐吃完了，你们永远无法想象，在连着吃9天土豆后，这个冰淇淋对我有多大的诱惑力。我一定会在23天后把它消灭掉，它一定活不到第24天。我好想吃点甜的东西。好了，我要继续回去吃我的土豆了。今天是第10天的下午1点半。昨天晚上刷了3个多小时的美食视频，疯狂的控制不住。现在是第10天的下午3点钟，开始今天的第1餐。好烫手呀！我现在真的好想吃一口青菜，然后有番茄酱、烧烤料、一点调味品。吃完了。今天是第10天，这个24瓶的娃哈纯净水已经喝完了。现在是第11天的凌晨3点18，烤了一些薯饺吃。如果有番茄酱、辣椒面就完美了。没那么饿。今天做和土豆泥吃，会，这玩意儿为什么能这么烫？把这个铺好的土豆把它压一下，这能加点黄油和牛奶，就会做成比较好吃的土豆泥。因为我们但是我们只能加点盐和水，水有点少，再加一点水，尝一下，味道挺好的。我们把它分装一下 ，OK。现在是第11天的晚上9点钟，今天的第2餐就是土豆泥，当然没有任何调味品，确实不是特别好吃。说实话，这个还没有原味的烤土豆好吃，这个真的不如原味的烤土豆。如果没有任何调味品的话，还是烤着吃比较好吃。这个更像是生命体重维持餐了。你就别管好不好吃，你就说吃了后能不能活。像肯德基那么好吃的土豆泥，完全是建议在还有牛奶、黄油等其他调味品的配合之下，这纯正的土豆泥真的不是很好吃。就这一小碗，包含2个土豆，OK，全都吃完了。
又活了一天，受不了了，我会这么难吃，受不了，我要疯了！哈哈，现在是第12天的下午3点15，我超级无敌，哇，烫手！吃完了，现在是第13天的晚上7点42分，开始今天的第一顿诱人的食物。因为吃饭变成了一个任务，每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土豆吃下去，然后就可以再活一天。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做饭变得非常简单，而且刷碗不需要洗洁精，只需要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现在是第14天的凌晨1点1分，开始吃完了。现在是第15天的下午5点36分。哇，为什么要挑战1个月呀？应该挑战2个星期的，2个星期就已经很恐怖了。唉，还有一半时间就结束了，怎么才挑战一半时间？今天试一下做这个薯片，这是切好土豆，拿盐腌了20分钟，冲洗一下。今天是挑战的16天，现在是中午12点22分，开始今天的第一餐。我们只剩维持餐吃完了，又活了一天，又活了一。现在是第17天的下午5点49分，这是今天的第一餐。昨天只吃了一餐，可能吃的太多。用餐完毕，又活了一天。今天是第18天，现在是晚上6点59分，这是今天的第一餐。我昨天晚上竟然花了2-3个小时刷外卖软件平台的各种商家。终于吃完了，好了，又活了一天。今天是挑战吃土豆的第19天，现在是晚上6点43分，这是今天的第一餐。好了，终于吃完了，又活了一天。今天是挑战的第20天，还有11天就可以结束了。最近连着3天，每天一餐，吃比较多的土豆，也有点稍微适应这个饮食节奏了，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想吃土豆，想维持着基本生命体征。每天吃一餐，饭后大概5-6小时后会感到有些饿，大概饿个半小时到1小时之后就没感觉了。而且因为现在没有第10天的时候那么痛苦了，第10天的时候感觉可能是最痛苦的，现在有点稍微适应，而且可能感觉挑战也快结束了。这里边居然包含着我活着就无所有物质，真很神奇。吃完了，又活了一天。现在开始测量第20天身体数据，测量完毕。今天是挑战第21天，可能连续吃了10几天的烤土豆，现在有点口腔溃疡，但问题不大，有其他时候的饮食也是如此。所以如果长期吃土豆，记得要补充一些其他营养。我终于吃完了，又活了一天，太棒了！今天是第22天，现在是晚上的8点25分，这是今天第一餐。一般人如果什么都不吃，可能生存记录就是21天。因为我吃了土豆，所以活到了第22天，而且还活得很好，还活，至少生理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有一点小的口腔溃疡。又活了一天，
，nice， 又活了一天。今天是第23天，现在是晚上7点06分，开始今天的晚餐，吃面体征维持餐，依然是烤土豆，nice， 又活了一天。感谢土豆让我活了23天，这23天的生命是土豆给我的。现在是第24天，下午5点28分，开始今天的第一餐，又活了一天，太好了。今天是第25天，也是吃完了2个土豆。现在看这绿化带里的草，感觉水煮一下，加点盐，好像也是不错的。真的好想吃点绿色蔬菜。今天是第26天，现在是下午的4点28分，开始今天的第一餐。吃完了，又活了一天，nice。今天是第27天，现在是下午的4点48分，开始今天的饭，开始今天的土豆，终于快结束了。我已经提前网购了很多小零食，等着结束了那一天，重新回归文明社会。又活了一天，每天吃土豆对于我来说真的完全称不上一个快乐的时间。今天是第28天，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开始今天的食物。还有3天就要结束了，3天，只有3天。我觉得这个吃土豆最大的挑战不是肉体上，是精神上。我已经闻到这个土豆的味道，就有点辣椒面番茄酱，我还能下咽一下。哇，没有任何调料的烤土豆真的有点吃不下去了。哇，太好了，终于吃完了，又活了一天，受不了一点。今天是第29天，现在开始今天的午餐，现在是中午12点钟。我们每天吃饭是个那么折磨的事情，既然生命体征维持餐不能做很让人，我做的可以让人方便下咽一点就好了。我现在都不能闻这个土豆，一闻就要吐出来，太恐怖了。就是1天没吃饭，结果吃2个土豆还那么折磨。闻见土豆，我已经没有在吃土豆。救我！再见了，兄弟，再见。我操！不行了。哇，这第1次肠胃有反应了，我操！我操！我这第1次吃到真的生理性的反胃，吐出来了有点。土豆这个东西好像真不能吃太多。3个，下一回只能吃3个，4个就真吐出来了。喝口水缓缓。让我不浪费，把这半个给吃完了。吃完了
兄弟们，又活了一天。今天是第30天。为什么这个月有31天？现在是晚上的18点50，开始今天的晚饭。哎，如果这个月只有30天，我明天我吃完这就是我最后一顿了。但是我还要再坚持一天，因为昨天吃到第4个土豆的时候吃吐了，所以今天就准备3个。我今天吃3个土豆都吃吐了。它这个土豆中间这个部分，不管是烤的还是煮的还是蒸的，中间这个部分土豆如果没有任何调味的话，就是非常的有一种土豆的腥味还是什么的。我发现我现在不能闻到或者尝到土豆的味道。如果想长期坚持吃土豆的话，确实必须要靠各种调味把这个本来的味道给它压下去。光靠盐是不够的，不蘸点盐太痛苦了，实在受不了。咬到舌头了，成功吃完了，又活了一天。好，今天是第31天，也就是最后一天，这也是我最后一顿的土豆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吃到正常人类能吃到的东西。虽然长期吃一样食物很不好吃，但是土豆确实很神奇。我觉得确实没有几种食物能做到能连续吃1个月，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土豆还是个好东西，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闻到这个土豆的，就是这种没有任何调味土豆的原味。这个味道让我有点生理性反胃。如果稍作调味，其实应该还是可以的。哇，这个味道不行，这味道太痛苦了，我闻着就感觉非常之痛苦。我只能尽量在咀嚼和下咽的时候不要闻到土豆的味道，不然真的很难咽下去。我尽可能把空气给排出来，不然待会儿吃的时候一下反胃，这个气直接顶上来就喷出来了。要肚子里没有气，一般情况下稍微胃肠胃蠕动一下，往上顶一下，一般问题不大。大事不妙，土豆这个东西真的不能一次吃太多。其实你要是连续吃土豆，一次吃不了太多，可以一次吃1个，过2小时就再吃，这样可能会容易接受一点。但我觉得那样太麻烦，所以我就一次稍微吃多一点。我现在都不敢咽，我怕咽下去那一口马上就给你喷出来。大脑控制不了我的胃，能控制我的嘴和手，但控制不了我的胃。最后一口了，把它干掉。不好，终于全部干完，结束了。哇，成功活了一天，还有几个小时，只要再撑过这几个小时，我就挑战成功了。我真的非常的感慨。以前贫困的时候，只能吃土豆，甚至吃土豆都不够吃饱，这切实体验了1个月，这感觉确实不是太好。不过又感觉人体和土豆都挺神奇的，人只要光吃土豆基本上这一种谷物质，保证水和盐的摄入，在中短期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行的，长期肯定需要点其他的补给。虽然说土豆的营养元素很全，但它也不是饱含所有。不用再吃土豆，好兴奋！好期待几个小时之后的大餐，几个小时之后的美食。就这样吧。现在开始测量第31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身体数据。测量完毕。现在是8月1号的0点4分，然后现在已经完整经过了1个月，然后现在开始吃正常人类的食物。味道确实非常好。哇，这是1个月来第一次吃肉，第一次摄入动物蛋白。这个味道确实应该很难尝到第2次。
好，我要去享用我的美食了，可以结束了。现在是第32天，这一个月一共喝了62瓶596毫升的娃哈哈纯净水，一共吃了31.644公斤的土豆和约50克的盐。这是第一天的身体数据，整体的 BMI 指数和体脂率都偏高，内脏脂肪等级为9，也偏高。身体各处的脂肪总体都偏高。这是一个月来的体重变化，从第一天的87公斤到最后一天的76.15公斤。这是一个月来体脂率变化，从第一天的24.6%到最后一天的20.2%。这是一个月来肌肉率变化，从第一天的71.4%到最后一天的75.6%。这是第31天的身体数据，体重为76.15千克 ，BMI 指数为标准，体脂率也接近标准，内脏脂肪等级为6，警戒。其他四肢脂肪为正常，躯干脂肪为偏高。总的来说，身体貌似比之前更健康了。不过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我拍摄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知道人体活着的最基本需求是什么。现在知道了，就靠吃土豆就可以活着。所以你们有什么很难过的事情都不要太在意，因为人活着真的很简单，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活着，你可以去活出你各种各样想要的人生。Nice， 太好吃了，这比烤土豆好吃至少10倍。